春节返乡，我在别墅庭院的水池中投放了一群电鳗，书房里也安置了一条黑曼巴蛇，还放养了不少黑寡妇蜘蛛。之后便静静守在屋里，等候前女友柳如烟上门。上一世，我回了老家，她竟带着一家子人擅自闯进我的别墅，赖着不走，蹭吃蹭喝。他们愈发过分，不仅在我的主卧床上表演骆驼祥子，还胡乱开启我珍藏的酒品与养生酒。更过分的是，他那两个外甥把我满屋子的限量版手办毁得一干二净。我找他讨要说法时，柳如烟为了反过来道德绑架我，居然开了直播对准我，表演18楼肘击地面，谎称我为了几样手办，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不明真相的网友被这番表演煽动，对我恨得咬牙切齿，不仅砸了我的公司，柳如烟的姐姐更是直接开车将我撞飞。如今重活一世，我绝不会再任人拿捏，非要让他们过个终生难忘的年。我连夜把满屋子的限量手办悉数转移，随后在院子的水池里放进了一群电鳗，又在书房养了黑曼巴和黑寡妇，还特意在别墅门口贴了块警示牌，写明内有烈性宠物，严禁擅自闯入。我太了解柳如烟的性子了，她根本按捺不住，迟早会撬锁闯进来。这栋价值数千万的别墅，足够她在家人面前好好炫耀一番，她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柳如烟早在年前就出了轨，我当时便果断和她分了手。眼看春节临近，她总算在我家门口堵到了我，一脸熟忍地凑上来。小五，你怎么把家里密码换了？我试了好几次都进不去，冻死我了。我故意摆出一脸不耐，冷声道：都分手了，你还跑来我家做什么？柳如烟，要点脸行不行？还好我换密码换得及时，不然他这会儿说不定已经登堂入室了。柳如烟立刻换上委屈巴巴的神情，软声哀求：我再相恋一场，你怎么能这么绝情？那个男人骗了我，我已经和他断了。我答应我姐，过年要接他和2个外甥过来，现在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反正你也要回老家，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就让我们一家在这儿过个年，行不行？他以前来过我家，清楚这栋别墅有多豪华，全套智能家电配齐，院子里有景观鱼池，储物间里还囤满了各类食材，就算他们足不出户，也能从除夕吃到正月15。我半点不留情面，你没地方住，跟我没关系，你们全家就算流落街头，也碍不着我，我家不欢迎你们。说完，我一把推开他，转身进了屋，大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我凑到猫眼看出去，柳如烟早已没了方才的谄媚模样，满脸怨毒地对着我家大门啐了2口，低声咒骂：跟你商量是给你脸，等你回老家我就敲锁进来，这房子我住定了。看着他嚣张的表情，我笑了，不是气的，而是太激动了。前世他也闹过一模一样的戏码，我拒绝后以为他会知难而退，便没放在心上，收拾好行李就回了老家。果不其然，我刚走，他就找了小偷撬锁，带着一家人堂而皇之的住了进来。旁人问起，他就谎称是我女友，住进来是我默许的。我俩交往时邻居见过他，自然没人怀疑。柳如烟又蠢又贪，住进来后彻底放开了手脚，搬空储藏室，吃光冰箱里的好酒好菜，还偷偷卖掉了我衣帽间的奢侈品。他姐姐更过分，竟把我水池里价值数亿的几条锦鲤炖了吃了。但最让我痛心的不是这些，是他2个外甥把我珍藏多年、价值100万的限量绝版手办毁得一干二净，那可是我多年的心血。年后我返程撞见这一切，当即报了警索赔。可柳如烟和她那个离婚带2娃的姐姐根本拿不出钱，只会撒泼打滚耍无赖，一口咬定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为了逼我放弃追责，反过来道德绑架我，柳如烟甚至开直播玩起利用加速度和地面肘击的游戏，结果不小心嗝屁了。这场闹剧让我遭了致命网暴，公司被砸，柳如雪更是开车把我撞飞。前世的结局我永生难忘，今生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既然他非要凑上来，那我就好好陪他玩玩。我连夜喊来好哥们儿，把水池里的锦鲤全转移到了他的别墅水池。这几条锦鲤价值连城，绝不能让他们糟蹋。锦鲤移走后，池子空荡荡的，我立刻联系开水族馆的朋友，让他送点凶悍的玩意儿过来。第2天一早，朋友就送来了1箱电鳗和2只大鳄龟，特意叮嘱我，电鳗放池塘里，我帮你盖层浮水水草掩着，别误伤自己人。这东西看着小，最高能释放800伏电压，能瞬间击伤人体。鳄龟性子凶，养在后院大水缸里正好，冬天不用喂食也能活到开春。我看着这些防御利器很是满意，又问他有没有适合防小偷的爬虫。朋友瞬间心领神会，黑曼巴怎么样？卸了毒囊，吓人效果拉满。还有黑寡妇蜘蛛，虽有剧毒但不招惹就没事，看着就唬人。我玩爬虫的朋友家多的养不下，你要的话下午就给你送过来。我两眼放光，当即点头，我全要了。我没再多耽搁，立刻联系了专业搬家公司，将书房里所有手办仔细打包，送到我另一套房子妥善存放，绝不能再让那2个混世魔王有机会损毁我的心血。紧接着，我把家里值钱的物件逐一打包运走，包括衣帽间的奢侈品、客厅的古董花瓶，一点不剩。我特意买了几盆有毒的花草摆在各处，不起眼却藏着隐患。洗漱用品全换成过期许久的，储藏室的好酒统统替换成各色假酒。我本就顶着人傻钱多的名头，买到假酒再合理不过。冰箱里的高档冰冻海鲜也被我换成了没人要的臭鱼烂虾。他们不是贪嘴想吃海鲜吗？这点福利便满足他们。我又喊人装了10几个隐蔽摄像头，遍布家里各个角落，既能看清他们的一举一动，也能留存证据，日后交给警方时更有底气。所有布置妥当，我慢悠悠拖着行李开门，在大门上贴了一张定制金属警示片，清晰印着内有凶猛宠物。
请勿闯入，否则后果自负。这样一来，他们若真出了意外，便是自食其果。坐上高铁后，我第一时间打开监控，盯着屏幕看了许久，却始终没动静。我不由得犯嘀咕：难道重生改变了时间线？他们不来了，那我这番布置不就白费了？可转念一想，他改邪归正了，只要他不惹我，我也没必要赶尽杀绝。甚至开始盘算怎么处理黑曼巴、黑寡妇和那一池电鳗。直到午饭后再次打开监控，我脸上瞬间绽开笑容。柳如烟带着开锁匠赶来，给了对方200块。开锁匠麻利地撬开了大门，进门后他又追加500块，让开锁匠用劣质锁换掉了院门的指纹锁，还把门上的金属警示片撬下来，随手扔进旁边的水池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屋檐下的隐蔽摄像头拍得一清二楚。送走开锁匠，柳如烟直奔储藏室，看到酒柜里摆满好酒，冰箱里塞满食物，当即喜形于色，喃喃自语：那么多吃的喝的，等我姐和外甥们过来，够咱们好好过个年了。说着，他回到客厅，打开全屋地暖，瘫在沙发上惬意地打开了电视。2个小时后，柳如烟起身出门，想必是去接她姐姐和2个外甥。我也差不多抵达老家高铁站，关掉手机监控，提着行李下了车，匆匆赶回老宅。一切收拾妥当，我躺上床，立刻重新打开监控，屏幕里正好出现柳如烟的身影。她已经把姐姐柳如雪，还有2个素来调皮的外甥柳大壮、柳二壮领回了别墅。柳如雪一踏入别墅，目光就扫过全屋。哇，这房子可真阔气，你前男友也太有钱了。柳如烟下巴一扬，那是自然。他可是实打实的有钱人，虽说现在不肯原谅我，但只要我赖在这儿不走，等他回来，咱们日久生情，总能和好的。柳如雪半点没觉得擅自闯入别人家里不妥，反倒凑到柳如烟身边。回头等他回来，你就缠着他睡一觉，趁机怀个孩子。等有了孩子，你们就是一家人，这么好的别墅，不就顺理成章成你的了？柳如烟眼睛一亮，连连点头。姐，还是你聪明，难怪你能从前姐夫那儿分到500万分手费。见屋里没有外人，柳如雪压低声音，跟柳如烟透露了一个大秘密。我前夫到现在还以为这对双胞胎是他的种每个月给俩孩子的抚养费都不少于2万。哼，其实他们根本不是我前夫的，是我以前跟一个小混混男朋友生的。那小混混跟他哥是双胞胎，他家有双胞胎基因，我也是赌对了。我看着监控里的对话，心底冷笑，柳如雪这招可真够歹毒的，居然给她前夫戴了好几年的绿帽子。我立刻动手下载了这段监控录像，同时联系朋友，让他帮忙调查柳如雪前夫的身份，把这段视频发过去，也算是帮他认清真相，做件好事。2姐妹正聊得热火朝天，一旁的柳大壮耐不住性子，溜到后院玩耍。他一眼就看到了后院水缸里的大鳄龟，顿时来了兴致，凑过去好奇地打量着。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伸手探进了水缸里。我瞬间心提到了嗓子眼，紧盯着屏幕。或许是大鳄龟刚到新环境还没适应，竟暂时没张嘴攻击它。可柳大壮却越发大胆，见鳄龟没动静，就反复伸手去摸。没过多久，一声凄厉的惨叫突然响起。我的手！妈妈，快救我！作死的柳大壮被大鳄龟咬到。监控距离后院较远，只能隐约瞧见柳如烟姐妹俩疯跑着冲向后院水缸。柳如雪先一步冲到缸边，瞥见水中泛开的血红，身子一软，直接晕了过去。柳如烟虽也慌乱，却比姐姐胆大些，满心都是救下柳大壮，硬着头皮伸手去拽咬住外甥的大鳄龟。大鳄龟性情凶悍，猛地甩动身子，锋利的爪子狠狠抓伤了柳如烟的双手，几道血痕迅速浮现，鲜血很快渗了出来。柳大壮被疼得浑身发抖，眼泪直流。姨妈，我好疼，快救我！柳如烟慌得手足无措，却压根不敢报警或叫救护车。她清楚自己是私闯民宅，一旦惊动警方，不仅没法再赖在别墅里，还得承担法律责任。情急之下，她转身冲进厨房，摸出一把菜刀，打算剁掉鳄龟头救人。我盯着监控屏幕暗笑，岂能让她轻易得手？我拨通了柳如烟的电话，故意拖延时间。柳如烟瞥见来电显示是我，瞬间慌了神，竟暂时抛下哭喊的柳大壮，慌忙接起电话，一边急促喘息，一边强装镇定的敷衍。小五，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我故意沉下语气，冷声道：我邻居说，看见你在我家附近鬼鬼祟祟的，你最好安分点，别被我抓住把柄，不然我饶不了你。柳如烟瞬间惊出一身冷汗，慌张辩解：没有，肯定是你邻居看错了，我还有事，先挂了。挂掉电话后，他仍心有余悸，暗自盘算着往后要少出门，千万别被我发现私闯别墅的事，不然就没法在这豪华别墅里过年了。等他回过神，才想起还被大鳄龟咬着的柳大壮，脸色愈发难看，握着菜刀的手也忍不住发颤。此时大鳄龟已松开他的手，柳大壮的手上布满伤口，鲜血不停流淌。他不敢带外甥出门就医，生怕暴露私闯民宅的事，只能窜到地下室翻出急救箱，拿出里面早已过期的药物和纱布，对着手机叫成，给疼得龇牙咧嘴的柳大壮胡乱包扎。他全然没注意药物过期，这不仅止不了血，消不了毒，反而会让伤口溃烂发炎。等安顿好柳大壮，柳如烟才想起要找大鳄龟算账，可那大鳄龟十分机灵，早借着后院假山、循环喷泉和低矮观赏植物躲了起来，任他翻找也无从寻觅。我盯着监控冷笑，柳大壮上市毁我手办，在我家乱撒尿，如今被咬伤纯属活该。很快到了午饭时间，柳如烟彻底放开了手脚，
从储藏室翻出一堆高档食材，笑着招呼：“姐，这酒看着就高级，你多喝点。大壮、二壮多吃点，这虾看着可贵了。”他拿出假冒的法国红酒、南美大对虾，还有各色冻鱼、冻牛排，干劲十足的忙活起来，嘴里还念叨着要多做些，自己爱吃。2个外省镇长身体也需要补补。柳如雪也毫不客气，非但不觉得铺张，还一个劲催他多做些，只觉得这些看着昂贵的东西不吃白不吃。他们哪里知道，所谓的好酒是假的，海鲜早已不新鲜，再过不久，这些美味就会给他们送上另一重惊喜。我靠在老家的床上，看着监控里母女几人饕餮的模样，静待下一场好戏开场。柳如烟倒橄榄油时毫不吝啬，大把往菜里加，柳如雪却皱着眉开口：“这油怎么闻着不太新鲜？”说着便捂住鼻子，差点吐出来。柳如烟满不在乎的摆摆手：“橄榄油本来就有股特殊味道，这是高级货，味道浓点很正常。”饭菜很快上桌，柳如雪夹了几口尝过，脸色愈发难看。这海鲜怎么有点发臭？牛排都发黑了，该不会坏了吧？她话音刚落，柳如烟便凑过去尝了尝。她味觉本就迟钝，吃着竟觉得毫无异常，便招呼众人：“没事儿，我吃着挺好，没坏。”柳如雪半信半疑，再也不肯动筷，只顾着低头猛灌那瓶冒牌洋酒。柳如烟只当她故意作妖，懒得理会，自顾自大口吃了起来。柳大壮和柳二壮见姨妈吃得香，也跟着狼吞虎咽，没多久就把一桌子菜扫荡一空。半小时后，2个孩子率先喊肚子疼，捂着肚子来回乱窜，不停往厕所跑。柳如雪因空腹喝了不少假酒，浑身发烫，面色潮红，头晕目眩的直喊想吐。柳如烟也没能幸免，一会儿头晕眼花，一会儿腹痛难忍，跟在孩子身后频繁往返厕所。最后几人实在撑不住，柳如雪强撑着起身，半夜带着2个孩子打车赶往医院，狼狈不堪。我盯着监控里的乱象，眼底泛起冷笑，这不过是他们应得的报应，好戏还在后头。柳如烟症状稍轻，却也拉了一整夜，次日彻底虚脱，下床如厕时接连摔了好几跤。我在监控另一端看得直了。直到傍晚，柳如雪才带着2个同样虚脱的儿子回到别墅，姐妹俩当即仔细检查储藏室的食物，这一查才发现酒全是假货，食材也早已过期。柳如烟有气无力地瘫在沙发上骂道：“这个小五，我还以为他多有钱，没想到酒柜里全是假货，难怪昨晚头晕的厉害。”柳如雪连忙附和：“食材也过期好久了，怪不得俩孩子一直拉肚子，这小五太过分了。若不是怕打草惊蛇，我真想找他对制药医疗费。”柳如烟眼珠一转，提议道：“想追回损失不难，他有爱买奢侈品的习惯，明天咱们偷偷把他的奢侈品卖掉。”柳如雪当即点头赞成，可他们没想到，我早已布好陷阱，就等他们进我房间。柳如烟率先推开我的房门，一股刺鼻的恶臭瞬间扑面而来，逼得她连连后退。这什么味儿？当然是我特意煤气积攒起来的几双臭袜子，那味道堪比核弹，好臭啊！柳如雪瞬间捂紧鼻子躲到远处，直呼难闻。柳如烟强忍着恶心捂好鼻子进屋搜找奢侈品，却还是被臭味熏得不停干呕，连半件东西都没法安心翻找，狼狈不已。我盯着监控冷笑，这不过是又一份见面礼。柳如烟强忍恶臭在衣柜里翻找，奢侈品半件没见着，指尖却突然触到毛茸茸的触感，还在轻轻晃动。她瞬间浑身一僵，惊得打了个寒战。一旁的柳大壮眼尖，当即尖叫：“姨妈，有蜘蛛！”柳如烟一听，吓得魂飞魄散，拼命甩手想把蜘蛛甩掉。许是被晃得受了惊，那只黑寡妇猛地在她手背上咬了一口，随即快速爬过她的身子，窜到地上溜得无影无踪。柳如烟僵在原地，一边疯狂晃动手臂，一边歇斯底里尖叫：“有蜘蛛！别过来！”柳如雪吓得不敢靠近，只远远往屋里张望，还死死拉住想凑上前看热闹的柳二壮。柳大壮被姨妈的惨状传染，也跟着哭喊起来：“我也怕蜘蛛，别过来！”3人的尖叫声持续了许久，才渐渐平息。柳大壮气喘吁吁地提醒：“姨妈，蜘蛛好像跑了。”柳如烟那灌了千式的双腿才恢复知觉，连滚带爬地逃出房间。监控里清晰可见，她的裤腿湿了一大片，显然是被吓尿了。缓过神后，柳如烟试探着给我打电话，语气故作随意：“听朋友说你最近养宠物了，是什么品种？有毒吗？”他分明是想摸清宠物数量和毒性，我偏不遂他意。关你屁事！没事别给我打电话。说完直接挂断电话，盯着监控里他铁青的脸色，眼底泛起冷笑。被我挂断电话，柳如烟气得咬牙切齿，紧接着便泛起头晕目眩、浑身发热的症状。黑寡妇的毒性渐渐发作，她不敢耽搁，慌忙偷偷出门，花2000块钱去医院打了血清，才算稍稍安心。经此一下，她彻底对我的房间产生阴影。因不清楚屋里究竟藏了几只蜘蛛，整日疑神疑鬼，走到哪儿都要先仔细检查，再也不肯进屋找值钱的东西，生怕蜘蛛再咬他一口。他转头让柳如雪进屋搜寻，柳如雪当即拒绝：“我不去。”柳如烟气笑了，对道：“你不去，凭什么让我去？我的命就不是命吗？”柳如雪背对得讪讪的，再也不敢提要进屋的事。白天他们怕被邻居撞见，全程躲在别墅里不敢出门。储藏室的东西没法吃，柳如雪忽然想起前任水池，昨天路过时瞥见水藻下藏着不少大鱼，便提议抓鱼。今天大年夜，中午吃鱼，晚上咱们偷偷溜出去吃大餐。柳如烟当即应允，可2人很快因谁下水抓鱼吵了起来。柳如烟手上满是伤口，既有被大鳄龟抓伤的，也有被黑寡妇咬伤的，压根不愿下池，且水池不窄，
又没有专业工具，不下水根本抓不到鱼。柳如雪则是死活不肯动，生怕池里的脏水弄脏自己新买的裙子。姐妹俩互相推诿，谁都不愿让步。抓鱼的是一时陷入僵局。我盯着监控里两人争执的模样，暗自好笑，这不过是又一场闹剧的开端。姐妹俩为谁下水抓鱼争执不休，一旁正起劲拔着花草的柳大壮闻声凑来，拍着胸脯主动请缨。我去，我要抓大鱼丸。说着，他全然不顾手背上刚结痂的伤口，纵身跳进了水池。电鳗本不轻易攻击，唯独对血腥味极度敏感。柳大壮伤口的血腥味扩散开来，池底的电鳗瞬间蜂拥而上，不停释放高压电流。水池里泛起阵阵电光，柳大壮被电得浑身剧痛，撕心裂肺的哭喊：“救命！好疼！这鱼会放电！”柳如雪见状，哪里还顾得上新买的裙子，慌忙伸手去拽水池里的柳大壮，只想尽快把儿子拉上岸。可柳大壮体态偏胖，他单靠一己之力根本拽不动，急得转头朝柳如烟哭喊：“如烟，快下来帮忙，快拉大壮一把！”柳如烟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瘫坐在地上连连摇头：“我不敢，我害怕。”柳如雪无奈，只能拼尽全力拉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把柳大壮从水池里拖了上来。此时的柳大壮浑身不停抽搐，身上还泛着淡淡的灰烟，模样惨不忍睹。柳如雪心疼得直掉眼泪，当即就要拨打电话叫救护车。柳如烟却连忙冲上前拦住他：“不行，不能叫救护车！一旦救护车来这儿，我们私闯民宅的事就暴露了，你的网红事业还要不要了？我们会坐牢的！”柳如雪急得跺脚，可大壮现在这样，不及时就医就废了。话音刚落，他忽然想到了一个折中办法。柳如雪背起面色惨白、仍在抽搐的柳大壮快步出门，打算走到远离别墅区的地方再打车去医院，避开邻居视线，掩盖私闯民宅的事。可他刚走没几步，手机突然响起，是柳如烟打来的。电话那头满是哭腔，语无伦次：“姐姐，不好了！二壮闯进小五的书房，被一条大黑曼巴缠住了，喘不上气，我不敢靠近。”柳如雪听完，浑身一软，直接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孤立无援又六神无主的柳如烟再也顾不上隐瞒，慌忙报警并拨打了救护车。此刻的她早已没了当初撬锁闯屋的嚣张，只剩满心的恐惧与慌乱。我接到警方电话时，正在老家院子里烤肉。警方告知我家遭人私闯，让我协助调查。据警方所述，他们赶到时，柳大壮因手部伤口深度感染，已紧急手术截肢。柳二壮被成功从黑曼巴身上解救，受了极大惊吓，不停胡言乱语，还发起了高烧。柳如雪只是单纯晕倒，醒来后并无大碍，唯有柳如烟最为凄惨，接连的惊吓彻底将她逼疯，说话颠三倒四，嘴里反复念叨着蜘蛛和黑曼巴，精神已然失常。柳如雪醒来后，竟怀疑我早已预知他们会闯屋，故意布局陷害，执意要求我赔偿所有损失。我无需专程到场，直接将这几天的监控录像打包远程发给警方，是非对错一目了然。警方看完视频后，当即认定我无任何责任，不再要求我到场协助调查。警方认定我无责后，我心底冷笑，我不过是在自家养了些无毒却带威慑力的凶猛宠物，若不是他们无视门上的警示，执意撬锁闯入，根本不会落得这般下场。我非但不会赔偿，还要反诉他们，追究其损毁我家物品的责任。当即请了专业律师处理后续交涉。次日，律师传来消息，柳如雪多次放话要起诉我，扬言要告到我破产，但律师也明确告知对方擅闯民宅有错在先，我早已履行警示义务，法官大概率会判我无罪，即便有人道主义补偿，也数额有限。我彻底放下心来，此次证据确凿，无论官司怎么打，我都奉陪到底。当即让律师转告柳如雪，尽管来告。为杜绝柳如雪卖惨博同情，我抢先一步将监控视频给所有人物打码，发布到网上。虽说做了遮挡，但柳如雪本就是小网红，凭着视频里的身形姿态，还是被不少网友认出。一时间，网友们纷纷跑到她以往的视频下吐槽声讨：不是吹自己是富家千金吗？居然擅闯民宅，还有一句真话吗？俩姐妹都是捞女，太恶心了，这下场纯属活该，还好意思要赔偿？把别人家弄乱不说，房主没追责就不错了。负面评论铺天盖地，柳如雪彻底沦为人人喊打的对象，往日营造的富家千金人设彻底崩塌，再也没法装模作样。我趁热度将柳如雪坦白孩子不是前夫亲生的监控视频也发了出去。柳如雪的前夫当晚就连夜驱车赶到医院，直奔柳大壮和柳二壮的病房，任凭柳如雪百般赌咒发誓，坚称孩子是他的。前夫这次却态度强硬，当场从两个孩子头上扯下几根头发，送去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后，确认两个孩子都与他毫无血缘关系。前夫怒不可遏地冲到病房讨要说法，柳如雪见状慌了神，竟丢下两个还在病中的孩子，偷偷跑路了。另一边，柳如烟仍被关在精神病院，无人缴纳治疗费，治疗彻底停滞，恐怕要长期被关押在那里。柳大壮和柳二壮没了家属抚养，被送进了福利院。因母亲柳如雪恶名在外，始终没有好心人愿意领养他们，只能在福利院长到成年。没了以往的娇惯，两人又本性顽劣，经常和其他孩子争抢东西，大打出手，身上的伤口从来没好过，生活条件远不如从前。2个月后，柳如雪终究被前夫找到，被打得牙齿脱落好几颗，此后便没了音讯。而我与他的官司，因他缺席审判，我毫无悬念胜诉，法官认定我无任何过错，无需对柳家人的受伤承担责任。收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我彻底笑了。这一世，我凭着重生的先知步步布局，大获全胜，不仅出了一口恶气，更替前世蒙冤的自己讨回了所有公道。